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呢，央视的《朝闻天下》罕见的曝光了歼16战机的反舰挂载模式。图片呢显示，那么歼16战机呢在机腹挂载了一款红外吊舱，而在这翼下呢挂了2枚鹰击83反舰导弹。那么歼16战斗机在以往的公开报道里呢，它主要执行的任务呢是制空，一般呢它出航时携带的都是空对空导弹，比如说中距空空导弹以及近距空空导弹等等，主要用于呢执行夺取制空权任务。当然，作为一款多用途战斗机呢，它还可以携带很多先进的对地武器，比如说电视制导的、红外制导的，或者是卫星制导的空对地导弹、反辐射导弹等等。挂载反舰导弹的这种模式啊，过去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知道歼16战斗机呢，主要是中美两军空军的主战装备。那么空军的任务除了夺取制空权以外，就是对地打击。那么现在让它挂载反舰导弹，是否意味着空军航空兵今后也要执行对海作战任务，特别是反舰作战任务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我们知道过去的分工呢，反舰主要是由海军的水面舰艇、潜艇以及海军航空兵来承担，他们的训练呢多半也是围绕着这个角度来实施。那么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为海军提供空中掩护，因为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那么夺取制空权，很多情况下要由空军航空兵来承担。当然，海军航空兵呢也是要负责局部地区的制空权的争夺的，但是他们恐怕要把更多的精力或者是打击方向瞄准海上的目标。那么空军的歼16战机现在挂载了鹰击83，是不是意味着空军的使命任务现在扩展了？它协同海军航空兵的相应战机来共同完成对敌方水面舰艇甚至是水下的活动目标实施攻击的这样的使命任务呢？我想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随着我军战机技术、战术性能水平的提升，我们无论是海军航空兵还是空军的航空兵，都在逐渐的走向远海、深海。那么在深海地区的训练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海洋上空，我们碰到的更多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有敌方的舰载机，或者是敌方远程的巡逻机、侦察机等。那么这些目标要对付，但是更多的水面的目标也是需要我们完成相应的侦察、识别、跟踪，甚至呢打击的。那么一旦某个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特别是海上这些区域发生武装冲突，那么除了海军航空兵要承担相应的对海攻击任务之外呢，人民空军的航空部队也可以分担这样的任务，以减轻海军航空兵的压力，或者呢是在非主要战场上，由空军航空兵的多用途战机携带各种不同的反舰导弹、空对地导弹来执行巡逻或者是压制任务。未来的战场肯定是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模式为主。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我们的通信联络需要这个共融共通，武器系统恐怕也要相应的配套，才有可能完成我们在某个局部地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最终战胜对手这么一个目标。那么这次歼16挂载鹰击83，恐怕就说明这个问题。它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人民空军的航空兵部队也在向着深海发展。它的使命任务除了需要夺取制空权以外，也需要配合海军部队完成夺取制海权的使命任务。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